巴黎蒙田大道，你走进一家精品店，买下一个包，觉得自己选的是品味，是独一无二，但有很高的几率，这家店的老板和隔壁那家、对街那家，还有你手机里那瓶香水、手上那只腕表，其实是同一个人。他叫 Bernard Arnault， 他花了40年，把75个品牌收进同一个帝国，个人净值一度突破$2000亿，坐上过世界首富。今天这一集，我们解码这座帝国，它是怎么一块一块盖起来的，又到底靠什么运转？这座帝国叫 LVMH， 它的全名本身就是一部并购史 ，Louis Vuitton 加上 Moet Hennessy。今天它一年营收超过800亿美元，市值接近3000亿美元，是全球最大的奢侈品集团。接下来我们会看4件事：阿诺怎么用一场豪赌起家，怎么夺下 LVMH， 怎么把并购变成一台机器，最后这台机器在2025年第一次踩了刹车。先从一只狼说起。1984年，阿诺35岁，刚从美国回到法国。他原本是家里建设公司的接班人，对时尚一向不通。那一年，他听说一件事，一家叫 Bussac 的纺织集团破产了。这家公司没什么人看得上，但他手上握着一个资产，阿诺要定了 Christian Dior。阿诺掏出自己家族的1500万美元，再向 Lazard 银行借来其余的钱，总价大约8000万美元，买下整个 Bussac。买下之后，他做的事让全法国震惊。他卖掉几乎所有部门，只留下 Dior 这个品牌和巴黎的 Le Bon Marché 百货。过程中，他裁掉了将近9000名人工，套现大约5亿美元。法国媒体给了他一个绰号，跟了他一辈子，穿喀什米尔的狼。外表是温文儒雅的绅士，骨子里是毫不留情的猎手。这场豪赌是整座帝国的第一块砖。拿下 Dior 之后，阿诺的眼睛盯上了一个更大的猎物。1987年 ，Louis Vuitton 和 Moet Hennessy 刚合并成 LVMH， 但两边的经营者貌合神离，内部正在内斗。阿诺看准了这个裂缝，他先是以白衣骑士的身份受邀加入，帮忙稳定局面。但他真正在做的是悄悄在市场上买进 LVMH 的股票。等到所有人回过神，他已经是最大股东。1989年，阿诺正式拿下 LVMH 的控制权，成为董事长兼执行长。原本的掌门人 Henri Racamier 被赶出公司，连带许多老臣一起出局。这一手让他狼的名声更响了。但站在生意的角度看，这是一次教科书级的操作。他用最少的代价拿下了全世界最有价值的2个奢侈品名字。从这一刻起 ，LVMH 不再是2家公司的联姻，而是一个人的帝国。夺下 LVMH 只是开始。接下来30年，阿诺把买品牌这件事变成了一台精密的机器。他的剧本是这样的：找到一个有历史、有灵魂，但缺钱、缺管理的老牌子，把它买下来，注入3样东西：资本、通路、纪律，然后让品牌保留它的灵魂，自己负责放大它的生意。1997年，他买下 Sephora 丝芙兰，花了大约2亿6千万美元。他要的不是化妆品，是通路。谁控制了通路，谁就控制了顾客。2011年，他用大约52亿美元吃下意大利珠宝世家 Bulgari 宝格丽。2013年，再用大约26亿美元收下喀什米尔之王 Loro Piana、Fendi、Loewe、Celine， 一个接一个被收进这个版图。到今天，75个品牌分成6大世界群：时装皮件、葡萄酒与烈酒、香水、化妆品、腕表珠宝、精品零售，还有其他。这不是一间公司，这是一支由品牌组成的舰队。2019年，阿诺发动了他生涯中最大的一次收购，目标是美国珠宝的象征 Tiffany。那个蓝色小盒子是无数美国人对求婚的集体记忆。阿诺开的价是162亿美元，这是奢侈品史上最大的一笔交易。但就在交易快要完成的时候，新冠疫情爆发，全球奢侈品市场急冻。阿诺突然反悔，想退出这笔交易。Tiffany 一状告上法院，经过2个月的法律攻防，双方各退一步，成交价砍到158亿美元，2021年正式完成。拿下 Tiffany 之后，阿诺做了一件很有他风格的事，
他派自己的儿子 Alexander Arnault 进去操盘，重新打造这个老品牌。一个美国的国民珠宝品牌就这样插上了法国的旗子，这就是帝国的胃口，以及它背后深不见底的财力。现在我们把帝国拆开，看它到底怎么运转。75个品牌，6大事业群，但真正的引擎只有一个，时装皮件。光是这个事业群，2025年就带来了378亿美元的营收和132亿美元的营业利益。换句话说， Louis Vuitton 和 Dior 这两个牌子扛起了集团大半的利润。其他事业群呢？葡萄酒、香水、腕表，还有 Sephora 的零售。他们的定位是提供稳定的现金流和抵御景气波动的缓冲。这就是集团模式的威力。当一个品牌遇到逆风，另一个还在赚钱，赚来的现金再拿去买下一个品牌。2025年，集团的营业利益率达到 22%， 自由现金流超过110亿美元。这台机器最厉害的地方在于，它不只是卖包、卖酒、卖珠宝，它真正在卖的是欲望，而欲望是毛利最高的商品。一个人怎么牢牢抓住一个3000亿美元的帝国40年？答案就在一个叫 Agache 的家族控股结构里。阿诺家族透过层层叠叠的持股，掌握了 LVMH 大约一半的股份，却握有将近2/3的投票权。也就是说，就算别人买走市面上所有流通的股票，也动不了他分毫。2022年，他把这套结构再上一道锁，他的5个子女每人持有家族控股公司 20% 的股权，地位完全平等。公司章程写得很明白，任何重大决定至少要5个人里的3个同意，而且没有人可以卖掉手上的股份，一直锁到2052年。阿诺不是在传位给某一个孩子，他是在设计一套让帝国永远不分裂的制度。他的个人净值将近2000亿美元，几乎全部绑在 LVMH 这一档股票上，帝国就是他本人。在2025年，这台40年没停过的机器第一次踩了刹车。这一年 LVMH 的营收掉到808亿美元，比前一年少了 5%， 是多年来罕见的衰退。集团净利下滑超过 10%， 原因很清楚，奢侈品最大的买家中国消费踩了刹车。帝国太大了，大到它的命运几乎和整个中国的奢侈品市场绑在一起。同一年，集团旗下的 Loro Piana 因为代工厂压榨劳工的丑闻，被意大利法院列入司法监管。当一个帝国大到这个程度，它的每一个裂缝之都会被摊在阳光底下检验，而所有问题的最深处还是同一个：这座帝国是不是太依赖 Bernard Arnault 一个人？这就是 LVMH。Bernard Arnault 用40年从一场破产拍卖里盖出了一座奢侈帝国。75个品牌，6大事业群，一台把欲望变成现金的机器。但在奢侈品的世界里，不是每一个人都选择被收编。下一集我们要讲一个阿诺求之不得却永远买不到的名字 Chanel。 他为什么坚持永远不上市？私有制的背后又藏着什么样的财务逻辑？奢侈版图，我们下一集见。如果这一集让你重新看懂了橱窗里的世界，按个赞，追踪频道，把这个系列一起追下去。